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天使绝活哥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啊。天使绝活哥的话，我们最近还是平时比较少见的。但我很好奇的是，都说天使的胜率很高，但是你说玩天使的人多吗？不多。但他的胜率就是高，是吧？到后期就是胜率高。这局的话，应该也是打到后期的，前期说实话，并没有太多的什么发育的机会，还有什么亮眼的地方。我们看看吧，看看先吧。按这局20分钟吧，接近20分钟。我们看一下这位天使绝后哥怎么去打中路的。甚至前期还会被卡特去压，因为这里的话带的是巨人杀手，所以前期的伤害并不是能跟对面卡特进行一个对拼哦。对面肉兵不是特别多，其实这局的最优选反倒不是带这个巨人杀手，因为对面就一个盖伦嘛，一个肉。还有就是他天使的话，看情况带符文的，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带迅捷步伐，有一些人喜欢带征服者。这里面他是这一局选择带了这个猛攻，打一个爆发伤害。反正这可能就是绝后哥的理解啊。5级以后去打一个伤害，没拦，闪现接平 A 收掉，但有点小亏的是漏了几个兵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是个超级大后期，他也不影响，是吧？但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天使前期能换人头就是赚。不过这里面可以看到漏了几个兵，经济上还是被对面压制的。但5级了，问题不大，还有大招的。这种可以尝试控线了，控不了。对面也是打先攻。上来就打一套，必须得吃果子。卡特的大招刷新还是蛮快的，回去补个状态，把血量抬上来。因为你没有大招的话，对面打野肯定会想办法来抓天使的。只要你的大招手上捏着，他下一波机会他就知道你手上有大招，他不好找机会的。这里人是带了那个僵尸守卫，想找眼位，但对方应该不会不打算做眼吧？我看他没什么像做眼的样子。狼人在附近，直接大招。规避，平 A 掉了，但对面狼人过来自己也跑不掉。像刚刚那波的话，必须得用大招去砸他。如果平 A 的话，有那个平 A 的僵直，所以就有可能会追不上。
就你刚刚 A 多一下的话，其实就追不上对方了，所以必须得用大招先砸出来这个伤害，再接平 A 收掉人头。就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你杀不掉对方，但狼人又扑过来了，反倒是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准备升到9级，转入遭殃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还能换一个，其实又还好哦。只要你还能换，就还有后期的机会。卡特在那，赶紧在6分钟之前多吃一些塔皮发育一下。卡特状态是很差的，他不敢过来守线的，可以再多吃一层塔皮，把果子吃掉。2技能加速拉开，这里接闪现，但大招差几秒，但有大招也跑不掉了。其实对面辅助也过来了。能换掉对方，吃到塔皮也是赚。就不知道这个先锋团，看看能不能抢到这个先锋吧。永恩进场抢到了先锋，1技能再回来，这里大招一定要给他，不给他的话，他肯定是回不来的。这种中路他估计去不了，但就想排这个眼啊。这个加速伊塔是守不住了。对面真的好疼啊！永恩在上，大招进场，但队友其实跟不上伤害的，他只说打一波消耗，然后在中路放先锋，两边伊塔都掉，那这样的话就还好。这里给队友信息去带下路了，但中路2个人被逮住了，跑是跑不掉的应该。哎，永恩赶过来了，那必须得打团了。你不去的话，这种团就肯定是会被说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尽量来边路去，不要被对面压制。天使要偷偷发育的，像这种军事局。小劣势吧，也不能说军事。哇，剑姬还是很强势。推完线就撤，想碰塔是摸不到的。你往前推一点，遇到对方射手的那个卡特的话，对面盖伦应该是过来了的。这种就只能去换掉对方，有大招有闪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吧。但没有机会了，闪现不要浪费。其实刚刚已经看到对方那个盖伦已经往下路靠了。但他还是选择去换掉对方，但换了也是赚啊！天使只要拿头就是赚，就是能限制对方中单，然后自己这边又反正就同等发育下，同样的300块钱，天使肯定赚。可以看到这带猛攻的天使的一个爆发伤害，对卡特来说确实。就打卡特的话，或者说一些近战的刺客
是可以这样子带的，伤害会更高，爆发也更高一些，就不用说要打满这个征服者再去输出的话，人就已经跑掉了，有这种情况。毕竟刺客来说都是很灵活的嘛。对面都没漏，有可能来招天使了啊！卡特应该也在下路，哦，不在，那都在上面了。盖伦在这边，哦，那对面要拿着大龙的啊，小龙不是大龙，大龙在这边，搞错了，老想着上路那边才是大龙。小龙的话，这样的盖伦不给机会，就必须得往那边靠了。如果盖伦过去了的话，那就可以偷那个这里大招规避伤害，先秒掉对面的卡特，大招直接上来，跑都跑不掉。但对位来说已经是赚了，我感觉这5个人头都是跟对面5个头15次啊，5次都是。对吧？大部分都是就是5个人头都是对面的中单，然后其他5次就是分别不同的人杀掉。射手1次，然后上下野这3条路都吃三个位置都吃到了天使的人头，这样其实卡特没吃到，不是换的哦，不是互换人头，那卡特有点难受。12级了，12级的话已经可以，12级2件套开始可以发力了。哎，要13级了，13级才能进化成最后形态啊。哦，对，是13级，搞错了。我老想着是12级就可以。这样的话，去拆下路2塔的话不太现实，对面辅助在。给队友加个速，大招的话就没必要给了，大招留给自己输出。现在可以很明确的说，大招得让自己来，除非永恩上去打完一个 AOE 很好的 AOE 伤害。永恩已经攒好2段 Q 了，看他怎么进场吧，直接大招进场。这种情况下就在后面补输出。我这800块的那个狼人太肥了，但龙被对面拿了。不过对面掉了3个，其实对面拿龙也没什么用，做不了事情的。他这个阵容比较好的就是有永恩替他做进场。还没有13级嘛？13级以后的话，就可以不用说叠那个，就可以打平 A 都可以打出 AOE 伤害了。还差一波兵线，把这波兵线给收掉。好了，13级了，13级就完全体形态是吧？翅膀变成了6个翅膀，3对翅膀。像这种局没有水银还是比较危险的，所以得把水银给做出来。狼人一个进场被打断了，打断的话这边可以跟进，追着上就行了。AOE 伤害拉满了，爆发也是够的，给大招给自己。中路可以反推过去，下一条小龙是小龙，对，我以为已经龙魂了，节奏还是没那么。可以把最后一条小龙拿掉，不要让对面拿到龙魂了。
3件套以后就完全的可以去进行一个发力期。因为有狼人在，所以提早的把重伤给做出来。这局的重伤的话，在后面再看要不要需要把它卖掉，换成其他装备。就前期的话，重伤这件就是小半件的话，它的优势的话一定是在的，就它的性价比高过一些主流的装备。但也是在某种情况下，像有狼人啊这种。你不能让他太容易的开团，靠开个团以后还是满血，那你打个屁团啊！这里AQEA 直接就一波兵了，这里面的天使就很爆炸，完全不缺经济和输出的。这里队友给波机会给对面，那龙的话估计是打不了，把兵线推过去。我想来开大招还没好，现在大招好了，但跑不掉了。哎，反杀了一个，队友能进行收割的。哎呦，完了，这女枪少了个很好的大招，龙又没了。哎，这里射手不去打的话，打野复活有机会可以拿抢这条龙的。这露露其实可以送塔了。哎，还是追来了。那他们因为射手一开始没有去打龙的话，这种情况下没打野在，他们不敢碰这条龙。可以说这波是运气好。对啊，刚刚可以直接送塔了，早点死，不会拖这个龙团的节奏。一个人打4个，然后换掉对方。对面10000个人追着这个天使打，辅助复活。对面交了很多，哎呦，这里这剑姬上的有点着急了。那这条龙，抢下来了，牛！对面打野被杀了嘛，反倒是卡莎这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是吧？那有这条龙，待会做推进可以直接一波了。天使搭配这种兵线推进的话，还是挺猛的，完全不虚对方。对哦，哎，射手卡莎如果他做完特效流，他做不了那个破甲弓，他可以做那个重伤的泯灭球，我天，忘了，哎，这里队友打了起来，开始要输出啦，大招炸一下那边，狼人在下面活不了，但剑姬已经推到水晶了。有惊无险的给拿下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